大家好，我是冒险猪。这一次冒险猪在金泽展开2天1夜的历史与文化之旅。这个以古色古香与金箔为特色的城市，除了有江户时代留下来的茶屋文化与武士屋夫之外，还有大正时期留下来的美丽红砖造建筑。光是金泽市中心就有许多等着我们去探索的不同特色景点。这一集冒险猪将带大家来欣赏有着美丽秋风的金泽城与兼六园。另外还会去近江町海鲜市场走走逛逛，看有哪些不能错过的好吃当地美食哦。那就准备出发。冒险猪大概早上10点半左右就抵达了小松机场，沿着巴士图案指标走，就可以搭乘前往金泽市中心的机场巴士。必须自行购买车票后，在旁边的1号乘车处等大约15分钟，巴士就会到来。机场巴士都会按照班机的时间来安排发车。那就让我们在搭巴士前往金泽车站的途中，简单介绍一下这次冒险猪的旅游计划。这次冒险猪抵达石川县的小松机场，在金泽市观光2天1夜后，在合掌村玩1天。然后再前往福井县玩1天，并且住在敦贺市。隔天再移动到京都，在京都与奈良玩了4天之后，最后前往和歌山玩2天，再从大阪的关西机场回台湾。因此这一系列将是冒险猪的北陆与关西冒险之旅，会陆续提供不同景点介绍与交通方式给大家哟。本猪已经搭巴士到金泽站的西口了。那现在的时间是早上的11点35分。那我先去饭店把行李呢先寄放之后，等一下我们再看看要去哪边玩。穿越金泽 JR 车站抵达东口后，就可以马上看见金泽车站最有名的地标鼓门。这座以日本传统能乐中的鼓作为灵感的艺术品，高度有13.7公尺，并且被指定为金泽的无形文化遗产。来到金泽车站就不能忘记与它合照一下哦。嗨，大家好，那现在冒险猪已经把行李放完了哦。这一次冒险猪住的地方呢，就是旁边这个金泽大酒店。来金泽玩住哪边好呢？其实金泽的景点非常集中，住在车站旁边或是近江町市场、香林坊一带都很方便。选择的方式以每个人旅游规划路线来搭配饭店最为适合，可以减少提着行李在路上奔波的时间。那我们先去近江町市场吃点东西，等一下再来介绍金泽市的景点地图给大家参考。这个从江户时代就存在的近江町市场，有卖各式各样熟食、甜点跟果汁、饮料等等，也能在这边买到金泽最有人气的当地土产。然后日本虽然到处都有卖可乐饼，但是这一家近江町可乐饼却有一点不一样，有贩卖各式各样口味的不同内馅，内馅有明太子、咖喱、螃蟹、南瓜、章鱼等等，很特别，所以我也在这边买一个螃蟹口味的来吃看看。不过这种包螃蟹料的单价也稍微比较高一点。カニクリ、はい。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还有金泽产的高级鱼、黑喉鱼做成的饭素汤包，金泽产的茶与咖啡、海鲜调味料等等。这些特产我都很有兴趣，等我明天再来大买特买。并且有许多贩售生鱼片、海鲜冻定时的食堂，每一碗看起来都很厉害的样子。喜欢吃生鱼片的人来这边一定可以大大满足。
外还有能登牛的味寿司，这边生意超好，很多人在排队。金江町市场也是金泽人会来这边采购海鲜生食的地方，有贩卖各式各样海鲜。我现在光是看着影片就觉得又闻到了现场那一片海鲜的味道。当然不仅仅是这样，也有卖蔬菜跟水果等等，金江町市场真的是应有尽有。前方出现了这一间大口水产的商店，除了卖各式各样食材跟海鲜外，店门口有很多人在排队买炭烤海鲜，有卖能登猪肉串、整只章鱼脚、海螺肉、扇贝肉，然后我看上的是这个盐烤鱿鱼脚，那就买一串来试试看。我觉得蛮好吃的，但是大概是从小到大都吃习惯了泡过碱粉的鱿鱼，这里超新鲜的真鱿鱼口感就比较硬一点。顺便来吃掉刚刚买的可丽饼，里面的内馅是奶油混着一点蟹肉泥，虽然蟹肉味道不是很明显，但是整体而言是好吃的，如果可以再热一点会更好。我买的时候就已经不热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简单介绍金泽的景点地理位置。从地图上可以看到，金江町市场跟香菱坊的位置是在所有景点的正中间位置，因此如果想要在金泽市住上3到4天，再离开去其他城市，好好的把每个景点玩透彻的话，那饭店选择住在金江町这一带就很方便，几乎到所有景点都可以用走的就抵达。但是如果是选择以金泽作为据点，除了金泽之外，也想去合掌村来回1日游，再坐新干线到福井、富山等其他北陆城市观光的话，那金泽站附近的饭店会是较适合的选择。大多景点的发车地点呢，都是以金泽站作为起点，早起赶车也比较不匆忙。那接下来我们就准备走到金泽城去逛逛咯。我们朝着黑门的方向前进。金泽城周边原本有4条护城河绝道，在黑门旁边，现在眼前所看到的是唯一仅存的大手诀。一走进黑门内，放眼望去，整片都是金泽城的范围。金泽城所有腹地的总面积约90750平左右，果然是家贺百万担的金泽。即便已经是300-400年后的现代，还是能够感受到当时这一片金泽土地的富裕感。现在的位置就在这里，那我们先去看城内留下来的建筑，再慢慢走过去看兼六园。金泽是全日本最会下雨的地方其中之一。根据气象预报，明天跟后天都是雨天，因此趁着今天这个好天气来走走室外行程，明天再去逛茶屋跟博物馆。现在我们经过的就是整个金泽城担任最重要的防御工作的正门河北门。先穿越过石川门之后呢，才会见到河北门。这也是2重门设计。金泽城的防御工事非常的严谨，走进正门之后，离主要建物还有一段距离，眼前的50间长屋与小爪门是连成一体的设计，城墙外面还有较小型的护城河来保护主要的建筑。其实金泽城的城门与主要建物经历过几次战事，已经全部烧毁，最后一次在明治时代被烧毁后，逐渐修复成目前我们所见到的样子。希望有一天二之丸也有机会恢复成原来的样子，让大家参观。这是什么？看一下。是这个门吗？没错，眼前的就是在2015年时修复完成的桥爪门的二之门。那
那接下来让我们走进50间长屋进去参观。我有事先在网络上购买金泽的文化之森套票，觉得非常的划算。套票有包括主要的金泽景点的门票费用或者是折扣。这2天我主要都是使用这个套票来参观各个景点。来到金泽城就顺便来了解一点关于金泽城的历史。金泽城的前身是在1546年建造完成的金泽玉堂。在1580年的时候呢，由织田信长的家臣柴田胜家攻下了金泽玉堂后，再由柴田的外甥佐久间胜政入主了金泽玉堂，并开始着手关于建造成果的准备工作。但是仅仅2年就发生了本能寺之变。在织田信长死后，柴田胜家在建越之战中败给了丰臣秀吉，因此效忠于丰臣秀吉的前田利家在这场战役后正式入主了金泽城。直到1869年，前田家在这里历经了14代，期间修筑了城墙、城门、天守阁、二之丸、30间长屋等重要的建设。金泽城城下町呢，也是江户时代加贺藩有着富庶生活与高度文化的象征。虽然当时的建筑物已经烧毁，但是从遗迹中挖掘出来的城堡文物与遗迹，放置在前身为武器仓库库房的50间长屋这里作为展示。50间长屋是在2001年时修复完成，枪瓦与外墙的海薯壁是其特色，并且采用日本自古以来的木造轴组式工法建造，完全不使用任何的钉子，结构相当的扎实。刚有提到50间长屋的前身是武器仓库，并且整体结构跟巧爪门合而为一体，作为保护二之丸的功能。当有外敌入侵时，长屋设有机关，可以击出落石或者是以枪炮来抵挡入侵者。金泽城的修复工作从未间断，在50间长屋的旁边是原本二之丸的遗迹处，目前整体是保护起来，里面正在进行遗迹修复的文化调查工事。另外还有被指定为文化遗产的30间长屋，当时在1860年建造的时候是作为火药库使用，现在则是金泽大学的书库，实际长度是26间半，并未开放让民众参观。30间长屋的地势稍微高一点，从这里俯望下去看50间长屋跟原本的二之丸的遗迹会非常的清楚。本丸之森，30间长屋旁边有一条步道，这里就是前田家入主金泽城后所盖的天守阁位置，在1602年因为被落雷击中所烧毁，留有一小部分的城墙。之后这里就成为了一片森林，非常的漂亮，很适合在这里慢慢的散步。现在我们要前往参观备受加贺藩好几代藩主所喜爱的玉泉院丸庭园，搭配上秋天的枫叶，整个景色就像一幅画一样。走过这一座连接金泽城与兼六园的石川桥后，马上就可以看到兼六园的入口。秋天到初冬这一段时间的周五跟周六晚上都有免费 live 演奏会，搭配夜风欣赏，真羡慕住在这边的人。一样拿出我的文化之森通标 QR code 给馆方人员扫就可以，完全不用再付任何费用就可以入场。はい、文化の森を。文化の森で。はい。富有日本3大名园之一盛名的兼六园，总面积约35300多坪，历经了好几代的加贺藩主才完成。采用的设计是回游式庭园设计，也就是在庭园中建造大池塘与假山造景，再利用地形穿插建造亭台与茶室，并搭配各式各样的植物与花卉。眼前的喷泉水源来自霞之池，这是利用池面跟喷泉的地形高低差所产生的水压而自然形成的喷泉。
石雨亭是加贺藩第5代藩主所建造的御亭，并于四周开始造园，因此眼前的位置就是兼六园最一开始的起源哦。可惜在明治时代遭到了拆除。西岩亭建于1774年，作为茶亭举办茶会所使用。目前所看到的外观是保留着当时的样貌。西岩亭的旁边则是明治时代创立的三方庵，是可以在这边一面享用抹茶与和果子点心，一边欣赏兼六园庭园风景的茶厅。中午的时间还有提供道地的加贺料理。兼六园内有2个池塘，其中较小的就是现在看到的瓢池，据说这里是兼六园开始建造的起点。岛中央的这个很明显的塔就叫做海石塔。池中间有神仙岛与不老长寿之岛2座小岛。另一个较大的霞之池，眼前就是霞之池搭配着微整石灯笼的经典兼六园代表景色。沿着霞之池另一侧的醒目看点就是唐崎松。唐崎松是第13代藩主取得琵琶湖畔的黑松种子，在此种下，是兼六园中最优美的树木。树枝上的伞状骨架是为了保护树木在冬天时不被雪压断树枝所装置的雪吊。刚刚我们有提到第1代石雨亭在明治时代被拆除，西元2000年的时候，在目前新的位置使用金泽城当年流传下来的平面图，重新打造第2代石雨亭。唐崎松的对面则是种了一整排的枫树，金泽的枫叶似乎会变成红叶的并不多，但眼前的枫叶跟在京都看到的枫叶一样漂亮，整个是呈现正红色。再走过去一点，就是整个兼六园的观看景观最好的位置的眺望台。在兼六园慢慢的逛了大约1个小时，觉得兼六园内的景色真的非常的丰富，几乎没有任何被冷落的角落。即便不是大景，任何的一条小溪或是树木、宫灯等等，都像是特别安排过的，恰到好处的发挥它们美丽的功用。现在我们走到了花见桥，在春天的时候，可以在这边观赏到美丽的樱花、鸢尾花、杜鹃等等，因此获得了花见桥这个浪漫的名字。在前方所出现的日本武尊雕像，据说是日本最早的铜像，是为了纪念日本19世纪最大的内战西南战争所死去的亡灵建造的明治纪念碑，铜像的身高有 5.5 公尺之高。再来，在兼六园的一个角落有一个也很值得去参观的景点承训阁。承训阁是第13代藩主帮母亲盖的御殿，因此与一般武士家或者是商家豪宅的房子感觉非常的不同。这里所使用的建材、墙面隔间与天花板的木工雕刻都是大名等级，里面展示着前田家的宝物，并且不定期更换展示物。因为里面禁止拍照与摄影，所以冒险猪有买部分展示物的明信片，还有找网站照片提供给大家参考。使用文化之森的话，这里的门票折扣200块钱日币，后是800日币。我觉得可以参观大名家的住宅，还有他家的宝物，这种机会真的不多。推荐有兴趣的观众，有机会的话一定要自己亲自进去参观哦。
那都参观的差不多了，就让我们来看看还有什么纪念品可以买吧。奇异卡哇现在超红，在不同景点都有各自的限定版本。还有5G 和风小物、面膜跟金泽的金箔产品等，跟京都的纪念品店感觉还蛮像的。金泽也是一个非常适合穿浴衣的城市，兼6元的外面还有在贩卖很便宜的整套浴衣，价格不高，带一套回家做纪念，感觉也不错。当然还有跟京都一样用租借和服的方式，今天一路上其实也看到很多女孩子穿着和服在兼6园里面走，非常的赏心悦目。最后虽然单价有一点高，但是难得机会就要来体验一下身为加贺百万担城下町民的饮食日常，来吃吃看金箔冰淇淋吧。谢谢大家影片看到最后，下一集我们继续接着去金泽的其他景点观光哦，拜拜。